你有沒有那種時候覺得自己好像很多面呢？跟朋友在一起一個樣，跟老闆講話一個樣，回家跟家人又一個樣，甚至在教會一個樣，滑手機又一個樣。然後你心裡會有一個小聲音，我這樣算不算很假？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9章19到27節，保羅直接回答這個問題，而且答案會讓你有點意外耶。他一開口就說，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眾人的僕人。翻成今天白話，我其實很自由，但我選擇為了別人調整自己。然後呢，他開始列舉他的變形能力。對猶太人，我像猶太人；對律法下的人，我像在律法下；對沒有律法的人，我像沒有律法；對軟弱的人，我就變軟弱。翻成今天，進公司像上班族，進教會像敬拜者，跟朋友像段子手，回家像歸小孩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這樣到底是彈性還是沒有原則啊？很多人卡在這裡，一種人覺得我就是要做自己，為什麼要改？另一種人變成為了配合，我變到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。保羅給的答案是第三條路，他說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。翻成今天，我不是亂變，我是有方向的調整。這句超關鍵，不是你變不變，是你為什麼變。如果你是為了討好，你會越變越累；如果你是為了被認同，你會越變越空。但如果你是為了讓人更容易被愛、被理解、被帶向神，那你的調整是有力量的。然後呢，這裡出現一個很大的轉折。很多人以為做自己就是最自由，但保羅說，能為了更大的目的調整自己才是真自由。因為你不是被情緒控制，也不是被別人期待綁住，你是自己選擇怎麼活。接着他用一個超有畫面的比喻，跑步比賽。他說，跑的人都跑，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。翻成今天，大家都在過人生，但不是每個人都活得有方向。然後他說，你們也當這樣跑，好叫你們得着獎賞。翻成今天，不要只是活着，要有目標的活。然後呢，他講一個超現實的，運動員為了得獎會節制自己。翻成今天，健身的人不會每天吃宵夜，準備考試的人不會一直滑短影音。那我們呢？我們常常是想要結果，但不想節制；想要更好的人生，但不想改習慣；想要更深的關係，但不想調整自己。然後呢，就卡住啊。保羅最後講一句很誠實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翻成今天，我不是只會講，我是先讓自己活出來。這句很重，因為很多人是嘴巴一套，生活一套。但保羅說，我先對付自己，讓我的生命跟我講的一樣。然後呢，這才是真正有影響力的人，不是你講得多好，是你活得多真。所以哥林多前書9章19到27節，整段在講什麼啊？不是叫你變來變去，是提醒你，你可以調整自己，但不要失去你的方向。你可以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表現，但你的核心要一致。你可以為了人靠近你改变方式，但你不能失去你為什麼活。記得，你不是要變成很多人，你是要在任何地方都活出同一個方向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永遠做自己想做的，而是為了更重要的目的，選擇成為該成為的人。